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OK， 我叫李梦洁啊，我知道各位不认识我，认识，OK， 给不认识的朋友说一下啊，我也不是什么素人演员，我上过互联网一档很红的民生节目，1818黄金眼。我是因为跟一对狗和情侣吵架吵输的上那个节目，那个节目谁都可以上，但能从那里火的没有一个正常人。告诉你们，我对吵架的态度是我肯定吵，我不怕输，但必输。生活中我有一种人我不敢吵架，就是打车遇到路怒的司机，方向盘在他手上，尤其是一些北京路怒的司机，因为他们喜欢说话直截了当，还喜欢绕弯子。感觉是有厂牌的，像个 rapper， 边开车边 diss 别人的车呀，哎，他开那样配开那么好车吗？配开那么好车吗？一直在酸别人的车，感觉他还不是普通的路怒，他是个路怒 lemon。骂着骂着，突然转过头就问我：“这么短的路，你为什么打车呀？我为什么能拉到你呀？”我说啊，我为什么打车？因为我原生家庭有问题。我一步都不想走，我现在有钱了，我就想打车。他说：“可是你打的是特惠快车。”我说：“这就是为什么你能拉到我，我叫的就是特惠快车。”他们总喜欢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我们身上。我之前在南昌演出，遇到一个又路怒又内耗的司机。当时很晚，他送我回酒店，我坐在后座，他开着开着突然就大叫了一声：“我真的好笨啊！”我说：“啊，我闯了个红灯啊！你说那么大的红灯，我怎么就看不见呢？我笨不笨？为什么要问我呀？那么大的红灯，你为什么看不见呀？因为你在刷短视频呀，对吧？笨不笨？我怎么说？你好笨的！咱俩要出车祸死了，就是被你笨死的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闯红灯什么后果吗？扣分，还扣200块钱。我今天赚的不是特别多，我只能承担100块。”我说：“大哥，哎，大哥说可以 AA。”我说不可以，是你玩的手机。他开始自己安慰自己，我理解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在安慰自己的过程当中跟自己谈崩了。他跟自己吵起来了。他说：“你知道赚200块钱有多么不容易吗？”兄弟，好像很多人赚200块钱都不容易，大家都挺辛苦的，不止我一个。但是有人赚200块钱就很容易啊，那个红灯咔嚓下就200，咔嚓下就200。我已经听不懂了，他觉得红灯赚钱太容易了。红灯咔嚓下就200，他是拍立得吗？他已经开始眼红红灯了，开始抱怨社会。他说：“我不容易，我赚的不多，我买不起房，不，我现在好想死啊！”我说：“大佬啊，现在吗？不能跑完我这一单吗？就差2公里了。”我当时听了真的很生气，因为我不想死，我也不想他死，我的大脑很混乱又很燃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喊什么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好想死啊！”我说：“笨蛋！”大笨蛋，别死，不就是个灯吗？有用，他脸红了，像红灯一样。有用，因为他最后把所有的问题归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。他说：“特朗普坏蛋，欺负我们。”我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那100块。”我说：“100块给不了。”他还是很生气，我必须要安抚他，不然他真的可能会出一点问题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演，我自己想到一个好办法，你们不要轻易的学。我说：“哎，大哥，等等。”我突然想到了，你说的那个红灯，该不会是上个那个红灯吧？那个红灯他不拍，我很后悔说，因为我说完之后他就低头玩手机了。他说：“哥们儿，今天遇到个好事儿啊，咱们今天吃点好的，
哥们今天多赚200。我说哎，你不是没有被扣这200块吗？大哥说你乐观一点，我刚才有点失态了，没扣就是赚200。他越乐观我越难过，我哪知道那个灯拍不拍呀？我第2天就离开南昌了，他可能7天之后才会收到那个罚单。你很难想象7天之内，他再过那个红灯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？如果前面没有车，他撒撒撒，后面车说：“哎，有什么东西在闪？”他说：“应该是闪电吧。”7天之后收到罚单，交警很生气，交警说：“你笑的也太嚣张了，你看看你。”大哥那么乐观的人，看着那些照片，肯定会发一个小某书：“家人们谁懂啊？闯红灯拍到了人生照片哦。”这个路口的红灯也太出片了。但下车之后，我还是告诉他，我说你好好开车，那个灯会拍，以后不要玩手机了。这个段子是我5年前写的。特朗普下台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讲过了。5年了，特朗普回宫了。我很开心讲这套内容，因为去年我遇到了跟司机一样的问题，我共情了他。去年我参加节目，首轮淘汰，我刚淘汰完之后，童漠男就下来安慰我，我说你不要安慰我，我自己能安慰自己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说大家都挺难的，演员都不容易，那不止我一个，演员被拍灯本来就挺难的。但有人被拍灯就很容易啊！我说你不是说我段子没问题，肯定能拍吗？他说我哪知道那个灯拍不拍呀？我哪知道拍不拍呀？拍了。这是童漠男说的。他说我哪知道拍不拍啊？我说我真的很难过，我参加了综艺，我觉得没有人喜欢我，我不想再参加比赛了，我可能只能演小剧场了。他燃了，他说不就是个灯吗？你至于吗？灯我给不了你，但寻找王医生天津站1700人大剧院开场你来吗？我说来。非常感谢童漠男，我讲这段子其实就是为了感谢他，因为他拉了我一把，谢谢你们。讲到这里。看吗？能看。李梦洁的锁票倒计时开启。我喜欢他让童漠男逼着我拍灯那个。我说这就 Q 这么半天了，哥们儿不给个情绪价值吗？啊，然后但是确实也是演得好啊。谢谢大老师。我觉得他特别逗是在于，就是比如说路怒啊，或者别人来骂街的时候，你当时是不是心里可开心了？有段子了，可以记了旁边。我觉得李梦洁的点是在于，他经常说这个事儿啊，按别人来说就过去了。他就过不去，就这点事上就能给变成自个儿的一个作品。我觉得这个希望以后听到你更多的故事。谢谢大老师，谢谢大老师。我上一场对他的那个段子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我觉得他的画风太清奇了，哒哒哒哒哒，对，就是太清奇了。所以这一场我觉得比起来的话，这场的笑点会稍微少一点，但是也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的。虽然他说的是这个司机的事儿，但是他中间有一个原生家庭，是我笑得特别大声的一个点。我是在这一场，我真正的开始真的 get 到李梦洁有多好。谢谢，哦，谢谢。就是首先他的反差特别大，因为他这个本人你看讲话就是个特别感觉温文儒雅的一个人，但他每次讲的又是一个内心有极具愤怒感的一个人。然后刚才你说是小触发大故事，但我觉得是他把一个画面或者一件小事儿，像电影那个高速放映一样，变成个慢动作。然后这个慢动作，当你看到子弹被射击出膛之后，它那个过程，他就娓娓道来的给你讲述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。所以这一段我觉得非常棒，里面有很多就很无厘头的梗，我笑得非常开心。我觉得唯一的美中不足，我想跟你分享，就是
你最后那个梗为什么不落在特朗普那儿？你再翻一番。我其实等着了，我想啊，这么贴近事实我也以为他会说，对，说回对，我想说就是对，但是我的时间真的不够，因为我一直在2篇稿子来回跳。你是一个高度风格化的一个创作者，所以你的那个东西很难在别的演员身上看到，因为你脑回路特别奇怪，特别清奇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品质。谢谢罗老师。我相信你有那种能力，是把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儿不断的翻，不断的延伸，甚至把一个小事儿讲成一个专场。我特别期待看到这个。OK， 好，谢谢罗老师，谢谢各位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现场的朋友的投票结束之后，梦洁究竟是直通还是要等待挑战？我们要开启抢麦了，抢麦倒计时。毛阵营的朋友，有哪位想要抢麦？来了，该来了。好的，一共有4位要抢麦。他们昨天不是这样的啊。好嘞，来吧，梦洁。我说一下我的理由啊，李玟我不会选他，因为我们是一个风格，我希望能给我们的风格多留一点。然后最先站的是秋月吧，我就选秋月吧。好嘞，秋月。下面这位演员在第1轮讲了他作为滑雪教练的故事，我们来看一下第2轮，也是故事型选手，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故事？掌声欢迎秋月。你们好，我是秋月2楼朋友，你们好。哦，对，还有我是一名滑雪教练啊。对，然后上一轮比赛我非常激动啊，主要是因为我晋级了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台上看见了春春，因为他让我想起了我的2005年，因为那一年我也参加了超女。真的，当时我就是被那个节目的 slogan 吸引了，想唱就唱。他宣传的是平民选秀啊，但我想说，人呐，真的会反复踏入同一条河流。20年后，我又被另一个 slogan 吸引，每个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。那一年我刚14岁，懵懂无知，有点懵懂，格外无知。真的，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，是因为我的同学在课堂上塞了一张纸条给我，他说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哎，我都不知道啊，啥机会？丢人的机会。当时还是非主流时期，我还梳着一个齐刘海，我还有个底线，就是绝对不能让风把这刘海给吹劈叉了。所以我总有一只手在刘海的上方不停地拍打，像这样。而且校服袖子从来没有好好穿过，甩到最下面，然后扣在嘴上。哎，有画面，想起来了。双腿内扣，往左再往右。我还有2个朋友，他们跟我不一样，他们是斜刘海，斜刘海就是挡住半只眼睛的那种。他们俩一个往左斜，一个往右斜，2个人站在一起，勉强凑出1双眼睛。你们看着网上那个陶喆的图了吗？他们俩一个陶喆，一个哲陶。我们3个是一起报名的，但现在想想，你当时的节目真的没什么门槛，我们3个这个造型全都选上了。当时我选择的歌曲叫做《刺激2005》，没听过吧？当时评委也没听过。它是一首串烧歌曲，太前卫了，没有人拿串烧参赛，一般也就串个2、3首最多了，我串20多首。我想做人呐，咱得留几首，这首不行还有下首，一首接一首，我都给老师串迷糊了。老师刚听出什么歌的时候，换下一首了。你想想，当初春春从海选到冠军，也就唱了20多首歌。
我海选一次性全能唱完。我唱了30多秒的时候，老师不让我唱了，但我已经唱了6首歌了。评委老师还没有放弃我，他问我：“哎，你还有什么别的才艺呀？”我张口就说：“军体拳。”真的，那我每年年过年表演才艺都表演的军体拳啊，我爸教我的。我爸说部队每天都打军体拳，我爸都没当过兵。跟我一起去的陶喆和哲导给老师表演了一个我是白云，我是黑土，他们以为自己去的刘二根大舞台。我打完拳问评委，我说老师你可以点评我几句吗？老师愣住了，他都没想到我能问出这样的问题。老师想想说，你穿的毛衣在电视上看起来不好看，颜色太花了。老师没点评我的歌曲，也没有点评我的才艺，他点评我的 OOTD。什么叫做颜色太花了？我不懂，我回家看电视我都没看出来，我家黑白电视只有雪花。而且当时家里确实蛮穷的，毛衣都是妈妈给我织的。她织的时候啊，本来是一个淡黄色的毛衣，她织发现线不够了，所以家里有什么线她就用什么线，拼接成一个串烧毛衣。后来我知道，其实唱歌好听的老师根本没有问才艺，就是问我们这些。我后来想想，是不是就要把我们选入那种搞笑集锦？你们应该看过吧？就是那种我的情人。对不起，我疯了啊！真的，我现在看那种搞笑集锦，我根本都笑不出来，因为我太害怕看着看着，我下一秒就出来挥拳了。真的，就是谁能想到那个视频呢，能被保存下来，还留这么久？但是我挺怀念那时候人的精神状态的。这人呐，怎么能那么勇敢，那么的自信？我当时淘汰了，我都没想过是我唱歌有问题，我以为我是毛衣穿错了。很多人问过我说你写这篇稿子想表达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他说是不是因为春春在这里你才写这篇稿子？我说是啊。要不然我都忘了。好，我们3个当初一起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说好了这事儿永远不要再提了。20年过去了，真的谁也没有再提。我最近因为写这篇稿子，我特别着急，想回忆情节，我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说什么超女我不知道。他说要写就写你自己，不要提我们。好的，李欣、张艺轩。我提他们不是为了别的，我就是想显摆显摆。当初20年前我们3个在一起，20年后，我跟当初我们的冠军在一个节目里。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太奇妙了，喜剧给了我无限的可能性。我想我都当教练了，我都滑出去很远了，没想到又滑回搞笑的圈子里。所以当初我现在想想，我还能回到当初超女的舞台。我仍然会穿那个串烧毛衣，唱那个串烧歌曲，但是我应该换个才艺了，我会选择脱口秀。我说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，我是68号选手邱月儿我是一名滑雪教练。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家那边雪化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，秋月的锁票倒计时。刚才你说那个刺激2005的时候，我和大老师，我们2个看着彼此说，我们2个都听过。对，当年好多歌串烧在一起哈，一句就是一首歌，恨不得。对，就一句一首。春春，我想问一下，你05年海选的时候，你唱的什么？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。对呀，第一首啊。我在总决赛的时候，当时导演组有给过我一首花儿的歌曲啊。
那唱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当时不会唱那首歌，这也是合理的。那歌叫《化蝶飞》。化蝶飞哦，化蝶飞哦，不，这个歌非常适合穿上毛衣唱啊。化蝶飞，穿上毛衣，我太合适了啊！你后来会了这首歌？我对。别逼着人家啊！我没有逼，别逼人说假话。对，我来了。春春，你说真话，你现在会这首歌吗？化蝶飞，化蝶飞，是。谢谢。作为礼貌的回应，你是不是应该唱一下人家的？再不疯狂，我们就老了。教团的4盏灯都亮了，问一下4位，哪一段哪个瞬间是你特别喜欢的？大老师。他后来说，要不然我不说就该忘了。是那个是的，是的。我还觉得他要怎么把这个事儿说破无毒，然后只是就用这个点说的，我当时就觉得这块必须得拍了，这个好棒啊，这块啊。而且中间有一段是他几乎一句一梗，连叠了5下左右，大概是。你当年的经历跟春春老师的这个互动，是跟作品是浑然一体的。是的，对，是一个作品的真实的、扎实的一部分构成的，100%的契合度，非常优秀，非常棒。我听到后来就燃了那种感觉，而且能明显感到秋月就演到从中间开始，就是因为正向反馈太好了，变得特别的自如，节奏非常好，就是疯了，越来越舒服，真的。而且里面就最后听到感动了，对，因为谁都有小时候那个追梦的那种感觉，基本上每个人童年应该都有一件串烧毛衣，所以所有这种点加在一起，还有就是刚才罗老师讲的，就是艺术跟生活这么浑然天成连在一起，这太难得了。是，谢谢。在秋月说完了之后，最有资格发言的人是李宇春。对啊，来春春，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因为它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，就是那种古早的时候的一些比较，现在说的是比较抽象的一些画面，对，就包括当时杀马特的造型啦。然后大家穿的衣服啦，然后大家唱的歌呀，然后包括在那个舞台上的一种自信的精神面貌呀，就是好像没有任何的负担啊，或者是我会不会丢人呢？就是有很多好玩的事，包括他说那个有一个集锦，就是我们现在去考古会看的一个东西。现在你那个还在吗？我那个就能找到吗？哪里能看到？因为我自己找不到，所以我才敢讲，我怕大家找到。我太想找了，我太想看那个东西了，一定能找到，播了就找到了。秋月他确实在集锦里是吧？不，他没有在集锦里，但是确实是当时播出了，我在电视里看到，所以我下楼的时候，别人问，哎，你怎么在电视里打拳啊？我觉得很丢人，所以这事儿就不想提这个事儿。所以其实春春在听这段秋月的脱口秀表演的时候，你的那个感受和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就是个当事人呗，就当事人的感受，所以我一直是，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因为太活灵活现了，就在我眼前。对，我真的，您说这个折桃这个事儿啊，就是发型这个事儿，以前就是这样。哎，最适合留这个发型的人知道是谁吗？哈哈曹，他这个嘴都老往上，这么着吹，可以把他吹起来是吧？对，我以前真的是这样。而他那个当时他在演那个就是那袖子这么着弄嘴的时候，对，是吧？那个感觉一下就回来了。那个时代，那个年代的学生很多都是那个范儿，太帅了。所以秋月的这段表现，我相信一定给李梦洁了巨大的压力。李梦洁又往心里去了，好吧？请李梦洁回到舞台。来自顿组的李梦洁和来自毛阵营的秋月，我们来看一下2位的得票数是。273票的秋月，祝贺秋月顺利晋级。